我不相信，经过我这一番折腾，又是铺薄膜，又是拌石灰，这鱼塘还能漏水。东家可是花了大价钱挖的这个鱼塘，结果每一次装水，水就漏到只剩个底儿。东家跟我说啊，水每次都是从堤坝的这一边漏下去的，装满水后，下面就会冒出个洞，水哗哗的往外流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鱼塘只有这一边漏水，另一边绝对没有问题。为了帮他堵住这个无底洞，我可是绞尽脑汁想了不少招。接下来就看我的表演。首先，咱们得把挖机的后面这块杂草丛生的地清理干净。为啥呢？因为等下中间抖漏的时候，挖出来的土总得有地方堆吧。清理干净后，回填时就不会有杂草、垃圾分进去，免得时间久了腐烂了，又成了漏水的隐患。现在咱们按照东家指的位置，从中间深挖一条槽，一直往下挖，看看是不是底下有漏水。记住，咱们得挖的比旁边的水面更深，这样重新做起来才能彻底堵住漏洞。挖到这么深时，旁边已经开始有水渗过来了，这说明当时做堤坝时，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压实，导致水压一大，水就从这边悄悄溜走了。东家家里面还有一些石灰拖了过来，咱们用铲斗帮他接到上面来，他们自己搬的话确实有点费劲。你看旁边渗过来的水越来越多了，这证明东家判断的没有错，漏水的根源就在这儿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挖得太深了，沟也挖得太长了，旁边已经开始出现裂缝，眼看就要垮了，赶紧喊东家把薄膜铺上去。铺薄膜也是我给东家提的建议，本来想让他买又长又厚的，但是好像没货，只能买这种薄的。这薄膜薄得跟纸似的，轻轻一碰就破，不过现在也顾不上了，旁边都快垮了，我们赶紧在上面填土，把薄膜压住，不然等下填土时薄膜一垮，全白干了。完了，要垮了，估计是挡不住了。算了，垮了就垮了吧，咱们重新来，把这些伐下来的土清理干净，然后再从底下开始，每填30公分土就使劲拍紧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漏水。清理干净之后，咱们就用铲斗使劲拍打，同时让东家往里面掺石灰。有了这双重保险，鱼塘肯定不会再漏水了。他倒一点石灰，我就填一点土，拌一拌，再使劲拍紧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面填，每一层都给它拍得邦邦硬。填一点，挖机就往前面挪一点，把垮掉的土清理干净，再继续拍打紧时，你看我这个力道，土都被拍得结结实实，这样要是还能漏水，那真的是见鬼了。等全部弄完之后，再让东家没事在堤坝上面多洒洒水，利用水的压力让土再沉一沉。经过我这么一操作，效果立竿见影，东家乐得手舞足蹈，直夸我手艺好。不过为了防止鱼塘装满水后把堤坝冲垮，咱们还得在旁边挖一条排水沟，等水涨到这个位置，多余的水就会从沟里面排出去。顺便咱们还在旁边修一条小路，方便东家以后养鱼抓鱼或者干点别的活。最后咱们把旁边的土也给它拍紧实，免得一下雨雨水把松散的土冲下去了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你们觉得经过我这一番双重保护，这鱼塘还会漏水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完了，不小心挖破皮了，大家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树啊？不会很贵吧？今天好朋友喊我过来给他帮点忙，把这一段水沟的泥巴清理一下，因为这边的基根漏不能堆泥巴，泥巴要甩到另一边的地里面去。好朋友是台小挖机，臂不够长，够不到，所以就喊我过来帮忙。首先我们先把沟里面的水给它舀干净，水太多挖的泥巴就比较稀，到时候地里面就堆不了多少。顺便看看这水沟里面有没有鱼、防鳝啥的。好朋友还带了个桶过来，特意嘱咐我，要是挖到防鳝、鱼啥的千万别丢了，他搞回去晚上好加个菜。这边的沟比较深，为了能够把水舀得干干净净，我来回扫了2下，又在沟中间给它开了一条沟，这样水就能够全部流到这边来。水舀完，我们先把这一段沟里面的泥巴给它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因为等下我们要从这条沟跨过开到另一边的田地里面去。如果沟里面的泥巴你不给它清理干净，这上面挖下来垫的干土就又会被挤到两边去，到时候挖机就会陷到沟里面，
进也不能进，退也不能退。你看，我把泥巴清理干净了，再挖点干土垫一垫，轻轻松松就爬上来了。上来之后发现这泥巴也不怎么好挖，主要是地旁边种了一排树，我只能找一个2棵树之间缝隙比较大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定点挖泥巴。前面挖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就喊好朋友过来给我们转。挖起来我就均匀的给它铺到地里面，到时候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那不得了。前面这一小块地方堆满之后，这所有的泥巴我们都需要堆到后面这块地里面去，尽量把这些泥巴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。我们一边挖就一边往后退，前面堆满了我们就开到这后面来。沟里面挖不干净也没关系，反正有小挖机在那里转，我们只管往上面甩就行。堆上来的泥巴扫一扫，弄平整，就这样一路搞过去。清理到这后面，这树种的实在是太密了，挖机实在是没有地方站了。经过商量，老板还是同意让我把这棵树挖了。挖完之后，我们就给它先堆到一旁，到时候它搞回去当柴火烧。在堆泥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旁边堆一个土墙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泥巴堆得太多，又给它挤到了沟里面去。继续转泥巴，挖了半天好像一条防扇都没有看到。本来旁边这棵树其实是不准备挖的，但是又怕泥巴堆太多，把树给憋死了。我想着就给它挖起来，重新移到上面去。没想到挖破皮了，不过好像我听别人说，挖破皮呢，浮点泥巴，这个树还能活，所以我就挖了点泥巴，把破了皮的地方给它浮了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我们先给它种上再说。幸好老板不在，不然我这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等一下他来了也没事了，反正上面浮了一些泥巴，他也看不清。你们看这小挖机没干活了，是不是在这里摸鱼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老板真来了，看不见看不见，千万别看见。完了完了，他好像走过去瞧了，他在看，他在仔细的看，他应该是想不通这棵树好像原来不在这里，感觉好像这个位置不对，不过好像瞧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个什么名堂啊！幸亏我给树上浮了点泥巴，他可能只是以为我转泥巴的时候溅了一点在树上，其实他不知道我给他把树挖破皮了。走了走了，老板终于走了，有惊无险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还剩下最后一点泥巴，我们挖一挖就要开下去了，因为我的挖机已经是没有退路了。现在我开到沟里面来，然后再把两边的泥巴挖一挖甩上去。这边还有一堆啊，应该是前面沟里面小挖机转过来的。同样的，全部给它清理干净，搞上去。最后再爬上来，把堆的泥巴给它推一推，扫一扫，弄平整。今天给好朋友帮忙清一担沟，我们就搞完了。搞完之后看一下效果。这边一块地泥巴基本上都堆满了，不知道来年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收成怎么样。沟里面的泥巴也清理得干干净净了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